那天有一个男生来相亲啊，他真的是把那个女生啊怼得都没话说了。他俩一坐下来，女生啊就各种打听男生的房子买在哪儿的，有多大平米啊，开的什么车呀，一年收入多少啊，具体资产是什么水平。这一顿问啊，搞得这个男生呢血都指往头上冲。本来他是来相亲的嘛，怎么就感觉是被验资尽调呀？但是呢，他还是表面很平静啊，跟这个女生呢交代了自己所有的资产情况。家里的房子呢有3套啊，2套呢在市区，1套呢在郊区，总价值呢3000多个 W 啊。年收入大概50多万，存款的话呢有7位数。那父母呢都有退休金，家里边他是独生子。女生呢核对完了这些所有情况之后啊，就说红娘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于是呢，这个男生就问他，那你的情况怎么样的呢？房子买在什么地方的？开的什么车？年收入多少？资产什么情况呢？这个女生被这么一问啊，立马就不高兴了啊。她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一个男孩子出来相亲，还要求我们女生有房有车有存款吗？我还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人，真是很可笑。那我凭什么要跟你说呀？男生就说，拜托啊，你是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劣势啊？如果你现在才20岁，又年轻又漂亮，我什么要求都不会有的啊，就这2点都足够了。可是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还是啥也没有的状态，那你拿什么跟我交换呀？如果同样都是扶贫，那我干嘛不去找个年轻一点的扶贫呢？再说了，你这么大了，难道还不知道现在很多的男生娶不到老婆，90%可能是因为他穷，但是有很多的女生呢嫁不出去啊，90%是因为他丑。大部分的男生呢知道自己很穷，但大部分的女生啊不承认自己丑。你别这么看着我，你要是长得好看啊，不早就嫁出去了吗？都不会等到现在的。关键的是，现在哪个女孩出来相亲都谈条件，那有条件的男生哪个又不看女生的年龄和颜值呢？难道他会考虑一个又老又丑又穷的女人吗？如果一个大龄女生没房没车没存款，还想找个条件很好的，那不就是想白嫖吗？我们男人就不算算自己的成本吗？这个生意啊不划算的好不啦？大家感觉这个男生说的合不合理呢？一个33岁的大龄剩女又给我讲了一段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还真的挺闹心的。她就是说吧，这个女生找对象，你要是在25、26岁之前遇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就赶紧的谈恋爱，不要总拖着了。你会以为后面会有更好的，但其实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必然。她说女生挑来挑去，最后都是自己把自己挑剩下的。我那会儿大学刚毕业，家里就给我张罗着介绍了一个小伙，自己做生意的，他家里呢是家族企业条件很好，他人也挺能干的，就比自己大2岁，家里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合适。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家伙他还非常的喜欢我，特别想娶我。他说，你要是跟我结婚100多平的房子我全部都写你的名字彩礼呢更不用说了，就以我们当地最高彩礼为标准，然后给你提辆50万的车，你愿意上班就上班你要是不愿意上班呢，那你就跟我一起做生意有了孩子呢，你愿意看你就看，你不愿意看呢就让我妈看。我妈心又细又贤惠，她喜欢带孙子。再说了，她也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能给咱养孩子看孩子她看着孙子一高兴，那你不就想干嘛就干嘛了吗？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可是当时呢，我就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说实话，可能呢真的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经历的事情又太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大学的时候我谈过2个男朋友，都是那种条件很好也很优秀，还对我特别好的那种。所以呢，我以为这个社会上的男生都会是这个样子的都是那种对我又好又真诚，然后呢条件也非常好的。我真的不知道进入社会以后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他，我就拒绝了人家。我一直就没有放下想要追求爱情的这个执念，而且呢，我当时觉得自己太年轻了，应该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再考虑结婚。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走走。到后来大概过了2年，有一次我就回老家，他又联系我了还给我发了个女孩的照片，问我这姑娘怎么样，让我帮她参谋一下。我仍然非常淡然的说，这女孩挺好的呀，你俩挺般配的。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还是非常执着呀。他跟我说，我知道你还单着呢，如果你现在愿意的话，我还是愿意娶你的。
这一次啊，我又拒绝了他。后来他结婚了，我呢还在相亲，遇到的男人还真的没有比他条件好的，就算条件能够达到，但也没有他那股子真诚的劲儿了啊。有条件特别好的，似乎人家对我呢也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后来我就过了30岁，这个时候我才发现30岁真的是女人择偶的一个大坎儿啊。介绍的对象综合条件已经断崖式的下滑，要么就个子矮，要么就收入低，要么就长得丑啊，要么就是离异的。总之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他那种条件还对我那么来电的男人了。相亲中遇到过很多大龄剩男啊，奇葩的非常多。总之相亲这条路一路走来，真的是一言难尽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能够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听我妈的话，并且我真的想给那个时候的我2个大嘴巴子。我当时要是有现在的心智，那我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真的想劝大家一句，就是一定要珍惜年轻时候遇到的对象，差不多啊就不要再挑了，就尽快的结婚。因为你越往后挑，你越会发现你可能既遇不到你想要的真诚和爱情，你也遇不到你想将就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啊，并且你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越来越奇怪的人。你们说是不是这样？资本已经开始放弃中国女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对于资本而言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因为现在的男人开始觉醒。听到这里啊，一些敏感脆弱的姑娘们又该生气了，别以为我在胡说啊，给你们制造焦虑。男人已经开始反抗了，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单身不结婚，他们不再愿意用金钱去追求女孩子，有些男人甚至就是单身不结婚作为反击。资本呢，它的核心就是赚钱，现在的情况很明显，资本呢迟早都会抛弃女性的，这个并不奇怪，姑娘们可能不太相信。你们可以来看一看今年的七夕啊，在各大带货主播的评论区里，简直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有一个男生留言说啊，去年的七夕他给他的对象转了520，结果人家连声谢谢都没说。那今年呢，他就什么都不表示了。我就问各位在直播间的男人们，如果是你在520的时候收到了520元，你有什么反应？评论区里边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呼应他啊，那我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啊。还有一个男人啊说，口罩的那3年，我和媳妇儿双双下岗啊，他在家里呢也没做什么，我呢为了养家糊口出去找各种兼职，我媳妇儿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份辛苦，真事儿啊。他除了清明节不收礼物之外，其他的节日都必须有礼物的，仪式感必须有，没饭吃了都得有。每一次都要跟我天翻地覆的闹腾，而且还每一次都拿离婚来威胁我。最后呢，我真的是受够了太累了。这些被资本洗脑的爱情观，不知道作死了多少的家庭。后来我干脆同意离婚了，后半辈子我为自己活别提多惬意了。我的钱我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我取悦我自己不香吗？这样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吧。这些可能正是很多男生的辛酸写照。你能听出点端倪了吗？我为什么说资本会放弃女生了呢？因为聪明的男生觉醒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男生赚的钱更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取悦自己，他们不再想去用钱取悦女人婚姻作为女生敛财和跳跃的工具已经开始溃烂和被人放弃了，因为男生不再想配合了。根据数据统计，从2021年开始，中国单月消费1000元以上的男性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女性的人数了。别看男生平时不怎么花钱但是他们只要花起钱来都是大笔大笔的钱，几十万买个车，5、6万买个滑雪板上万的钱给自己的游戏充币改装一下车，去世界各地滑雪，到各大海洋潜水。其实男生们一直不缺钱，只是呢之前为了追求女性而低下了身段而已。那现在他们开始觉醒了好好的爱自己吧，取悦自己吧，不再维持金钱恋爱了。所以这些活不起的姑娘们再想用钱来考验男生的真心已经开始行不通了。咱们还是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好吗？以后从男人这里捞钱的机会可能只能碰运气了。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吗？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天天我这儿都有来许愿的人，天天都有那些大白天梦游的人，做着梦就飘过来了他们真的是把我这当寺院了。之前呢有一个40岁的博士后女士要找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不接受个子太矮长得太丑的，不接受离异带孩子的，不接受体制内的嫌弃人家挣得太少了。
他呀还是个丁克，不喜欢孩子，更不想生孩子。我记得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啊，我明确的跟他说，跟你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40多岁的男人正是男人的黄金年龄，人家还那么优秀的话啊，是不可能找你的。有大把的30岁以下的女生愿意跟他结婚，给他生孩子。你呢，年龄已经这么大了，就这一项都不在人家的选择范围内，更何况你还是个丁克，不想生孩子。也就是说，你想让一个成功的优秀男士娶你回去啊，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呢，你花着他的钱，过着他给你的贵妇生活，但是你还不想给人家生个孩子。更何况啊，这一类优秀男人啊，没有几个不想要孩子的，要不然他的财富和优秀基因怎么传承下去呢？你这是在挑战人性，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想法完全不靠谱啊。结果他就很不服气啊，起来反驳我啊，说那不一定啊，我也优秀啊，我也有优秀的基因啊，有几个女生能读到我这个学历的，说明我的智商高啊，我有有趣的灵魂呐。那小姑娘多浅薄，大部分都是图他钱嘛，我不会啊，我肯定会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啊。如果非要个孩子，我也能接受代孕。天哪，我当时就跟他说啊，亲爱的，门在那边，你出门右拐，走到路的尽头有一个寺院，你呢去烧个香许个愿行吧。啊，结果好吧，最近又来了一个啊，搞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啊，38岁的离异女，说自己是清华这个系统的啊，所以呢想要找一个清华的老师或者教授啥的啊，会比较有共同语言。自己呢是未婚，但是生育了一个男孩，已经有10岁了。然后呢，希望对方有孩子，或者是不想要孩子。自己是不想再生了，这个年龄基本上只能做试管了啊，实在不想折腾。说自己的容貌保养的特别好啊，看上去只有25岁左右。我真的是服了啊，38岁了还生活在美颜相机里，咱能不能用原相机拍出来看一看真实的自己啊？他的择偶范围啊，只限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他还说他自己啊，其实有一个公司啊，很多业务呢，很多时候啊都要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可是因为都是业务关系嘛，所以就不太方便啊谈这个个人感情。所以希望通过我啊，那这位我也立马就拒绝了啊。我就跟他说，你天天都在接触这些人，你都成不了，那你来我这里就能成吗？脑子是不是撞坏了？你们说啊，咋想的呢？这些人，我真的是啊，一看到这样的姑娘我就头疼。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我就真的想怼她2句。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啊，你们自己看一看全网哪个红娘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啊？真的是啊，心里没点数是不是？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人家嘴里的条件好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有个房子有个车收入几十万就算条件好了啊。人家嘴里的条件好，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最不济呢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的大老板。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啊，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你就说这女人慕强哈，我真的也能理解，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还有个端正的人品，那我真的是啊欢天喜地的给你介绍。可是你不是啊，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这几项你到底占了哪样啊？长相一般没头脑，性格还作，整天想着怎么捞钱，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就这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你能 hold 得住人家吗？还有一位学历不错的女孩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吓你一跳啊，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啊，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资产得过亿啊，真的是啊，痴人在说梦。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就不看你的长相，只看你的学历吧？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太可笑了简直。人家是找伴侣，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最可笑的还不是他啊，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做梦都做到极致了。她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啊，问我们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你们知不知道她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反正我不知道，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啊，真的是绝了。在这里啊，广而告之一下啊，许愿去庙里，可别来我们这儿闹腾了，好吗？最后说一点啊，这些女孩子啊，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她还得要求人家为她付出啊，又要得到人家的钱，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她，给她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完全不明白，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他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然后呢，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他，让着他，哄着他，他就会觉得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得好爽，钱也花得值了，他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
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懂不懂啊？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到最后她们什么都得不到。你们说是不是？在说到中国剩女这个问题的时候，韩剧和国产剧啊都功不可没，并不是怀恨女性啊，实际上中国的剩女的处境啊挺可怜的。为什么现在单身女性已经超过了1个亿呢？作为一个媒人啊，接触过非常多的姑娘，她们在选择伴侣这件事情上，想法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她们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仙男友出现在剧中呢？男主角要么就是富二代，要么就是行业的精英，不仅是住别墅开豪车，还浪漫帅气，主角啊都不可能是穷人。而他们的思维呢，还与我们普通人不太合拍。不喜欢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啊，偏偏喜欢那个长相普通的灰姑娘。编剧要是发挥的好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男2号来争抢这个灰姑娘啊。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很让人揪心的。普通姑娘们看着电视剧里的情节呀，感觉非常的过瘾啊。然后呢，就开始幻想着、期待着能遇到一个有钱有颜、完美无瑕的男人。然而啊，咱们回到现实当中，大部分的男人啊，月薪只有5000。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超高的颜值，更没有神仙般的浪漫，也不会说虚伪的情话。姑娘们呢，拿着电视剧中的幻想，想在现实当中呢找到符合标准的完美男人，结果他们都失望了。于是呢，就有了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争议。姑娘们啊，挤破了头也找不到高富帅这样的伴侣，因为那些高富帅喜欢的其实是门当户对的千金，而不是土里土气的灰姑娘。这种信息差和捧杀让人感到很无奈的。但是可悲的是啊，这些姑娘啊，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电视剧中的角色是一样普通的，但是为什么就会被淘汰呢？说实话，我在写这篇文案的时候啊，我心情很沉重。虽然理智告诉他们要少看这样的剧，但是作为一个姑娘啊，看到这样的剧情无法自持啊，也不难理解。所以呢，我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定位和期望管理，多在现实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幸福，好不好？今天啊，我这来了一个男生啊，跟我吐槽他最近的相亲经历。他说，如果不是父母催他结婚，他呀压根儿就不想结。可是呢，相了一圈下来呢，一个都不成。不管成不成吧，反正呢，我也努力了，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吧。那我就问他，那你为啥就一个也不成呢？他说啊，只要他跟对方说了他的要求啊，就没有一个同意的。那我就问他，你到底啥要求啊？把姑娘们都聊跑了。他接下来说的话啊，真的是有点颠覆认知。他说，首先呢，我希望对方啊，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全款房，这样的话呢，以后不用跟父母住一块儿嘛，少一些矛盾，对吧？啊，还有呢，我也不想一起还房贷，这个要求没有什么毛病吧？我说这个听上去啊是没毛病，但是你说的这个是要求女方的房子呀，难不成你是打算婚后住在女方的房子里？然后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啊，是啊，有什么不行吗？因为我们家就1套房子呀，最好呢，婚后啊，他们家的房子还能加上我的名字，哦，我需要安全感呀，万一有一天离婚了，他把我踹了，至少我还有钱在，对吗？其次呢，结婚的话，我也需要他能出嫁妆啊，我父母把我养大也不容易的，他们呢也就我一个儿子，我们要是一结婚，我不就成了他们家的儿子了吗？我不能让我的父母白养我呀。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婚后的话呢，我希望我们的财务能 AA。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了啊，那你这不就把自己嫁给对方了一样吗？他说，没有啊姐，我只是想公平一点，现在的女生不都这样要求男生的吗？我只是换了一个角色啊，说出了跟他们一样的要求而已，但是他们就全部都不行了啊。现在的女孩子啊，这个婚恋观也太扭曲了，明明就是2个人结婚吧，凭什么买房子的是我，买车的是我，最后办婚礼的还是我，给彩礼的还是我呀？凭什么我就得给他们做提款机呀？每一步都在说钱。其实如果他们不提房子，不提车，不提彩礼啊，办婚礼的钱我们家可以出，房子首付我也愿意掏，然后我也愿意自己还房贷，婚后的房子可以写他的名字，婚后我挣的钱可以一半交给他作为家庭开销，他自己挣的钱爱咋用咋用，我也会把他当个宝贝儿疼。可是现在啊，找一个这样的女生真的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要是让我娶一个成天都在算计钱的女人，那婚姻不就成了买卖了吗？我觉得呀，这围城不可轻易进的。我不想啊，等杀出来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人财两空了。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大家觉得他说的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吗？你是不是认为有钱人就很好找对象呢？其实不一定啊。
有很多人啊，他找不到对象，都以为自己是因为穷才没有女人爱的。其实呢，那是你并不了解那些有钱人，他们其实啊也挺难的。我说的啊，可是找结婚对象啊，不是找女朋友。如果一个男人他很有钱，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一定不会轻易结婚的，因为他的可选项实在太多了。他又年轻，那他为什么不多挑一挑选一选呢？有大把的女人还往他身上扑呢，而且他们呢也比较难分辨女人到底是真心爱他的人呢，还是爱他的钱呢。所以年轻的有钱人呢不太容易轻易结婚，最后呢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没有结婚，那都不叫大龄剩男，那叫钻石王老五了，对吧？那如果他过了45岁之后呢，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着急。这个时候啊，他们在财富方面呢仍然很有竞争力，但是在年龄方面可能就有劣势了。因为男人他一辈子啊都改变不了的喜好就是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可是呢年轻貌美啊它是一个稀缺资源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面临着跟一些年轻的有钱男人去抢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了。那往往他们能抢得过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你去问100个20多岁的美女啊，如果有一个45岁的身家10个亿以上的男人和一个30岁资产2个亿的男人让他挑选的话，那他们都会怎么挑呢？这些女生可能有大部分啊都愿意选择年轻的这个。主流思想呢还是希望找年龄相当一些的，这个时候啊还是有一些愿意选择年龄大的大叔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大叔却没有安全感了，他可能能明确的知道这个女人呢肯定是图他钱来的，总不可能图他的老吧。于是呢大叔呢就会想各种的办法啊保全自己的财富，比如说他让女人未婚先孕啦，比如呢搞个婚前财产公证啦，比如说呢要求签婚前协议啦，等等这些东西啊，他要来保证他的财务风险。往往呢他们跟年轻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还比较抠门的，希望对方呢不是图他的钱啊。但是大叔就没有想明白，你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啊，你就只有金钱价值了。你除了钱你还能给她什么呢？是爱情吗？你的真心恐怕早就在青春岁月中消失殆尽了吧，你还给得起吗？那难道是性？你的体力恐怕也不及年轻小伙子了吧。所以呢有钱人他结个婚其实也挺难的，你们认为是这样吗？有一个单身小姐妹啊，被闺蜜告知啊一起去聚个餐啊，介绍她认识个朋友，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她眼前这个男人呢，要说从外表来看啊，真的不是她的菜。本身呢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于是呢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啊，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女生呢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啊，也就200来块钱的 T 恤，普普通通的，说话呢还有点腼腆，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她的内心啊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直接就说了啊，我觉得呀咱俩并不合适。男生就问她为啥呀，这还不了解呢，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于是这个女生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太多了，追我的一大把，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于是男生就问她，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女生就说自己啊是在外企做高管，年收入呢50多万，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啊，就顺着她说，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那好看的皮囊5、6个对象呢，招架得住吗？那些有趣的灵魂呢，人家又不找对象的。像我这种啊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女生就笑了啊，你可真逗啊，我要是找你这样的，那不早就结婚了吗？男生说，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你要想好了，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有多少女生啊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结果呀男人还是让她哭啊。所以这些女生才想，既然都一样，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这才选择了宝马车。可是现在有一个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你还不满足吗？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你开玩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呀？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呢先走了。男士说啊，美女，那我懂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再走呗。你看啊，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条件好的呢找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找条件一般的，谁呢都不吃亏。
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对吧？而现在呢是条件一般的呢都想找条件好的，条件好的呢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又想舔条件好的，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就找好几个对象，而条件一般的呢都找不到对象。你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女生啊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怼回去，结果呢闺蜜的电话进来了，问她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她说啊不怎么样啊，我遇到个屌丝，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怎么给自己介绍这种条件的男人，是不是故意戏弄她的。闺蜜说你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穿的普通了一些，也没有开车，你也太以貌取人了吧。嗨，我啊还特意的啊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怕你有压力，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你们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不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呀？女生的不将就是不是真的只会导致她们最后孤独终老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就知道了。最近我这里啊来了一个北京的男士啊，82年的，在体制内工作啊，收入不太高，但是他很稳定，在北京有房有车，身高呢1.75米，长相呢属于比较实在的那种类型。我呢跟他交流过几次啊，感觉呢真心是个好男人。在我们这些红娘老师的眼里啊，他绝对是一个可以认真过日子的人，是一个好老公的材料。可是呢，我把这个男士同时推荐给了2个女生啊，一个呢89年的，一个呢87年的，这2位都拒绝了这个男士。一个呢说男士的长相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一个呢说这个男士的收入不太高啊，还不如自己。我呢好说歹说都不行啊，这2位呢说的话还高度的一致啊，还是那句话，老师我还是不太想将就的，还是想找一个自己心仪的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嘛，我等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如果实在是遇不到的话，那我也就不打算找了，我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最后呢，我就把这个男士又推荐给了一位90年的女生啊。这个女生各个方面条件啊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她仍然拒绝了这个男士。她跟我说这个男士她不想考虑，都40多岁的人了，收入还不太高啊，长得呢也不是怎么样的，看照片啊一点感觉都找不到。于是这个90后的女生呢就跟我说了下面的这一席话啊。她说呢，其实啊我现在都已经33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人结婚。可是问题就在于，想要各个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男人真的太难找了。我自己也分析过一下，大概也就下面这3种情况我能找得到。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各个方面都符合我要求的男人，但是可能他是个离异的，甚至还有孩子。这样的话，我可不是就要做后妈了吗？虽然我也做好了这个打算啊，但是毕竟我没有经验呢，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我怕我自己根本解决不好。第2种情况就是我可能找一个身高、长相、学历条件都符合自己要求的男人，但是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穷要不是穷的话，这种男人大概早就结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找他的话就需要去扶持他，陪伴他成长和奋斗。虽然说爱情中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钱，那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稳定性的。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那要他干什么呢？第3种情况就是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年轻男孩子。但是问题又来了，年轻的小的男人又怕不靠谱，跟小奶狗在一起风险也是很高的，人家可能最后根本不会跟我结婚，那我又白白浪费了好几年的青春。这样做仍然是让我失去安全感的。那过几年人家把我甩了或者踹了，多可怕呀，我那个时候找更难找了。但是真的我不想将就随便找个人去过日子，那种婚姻毫无意义嘛。那我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的很想笑竟然现在还有这样的女生谈恋爱嫁人绝对不会将就一点点。你们可曾想过，现在还有多少男生在追求你们呢？条件好的你不可能得到他的追求的，你去追他还差不多。那条件差的呢，你又看不上人家。很多的女生口口声声都在说不将就其实你的内心就是渴望要找一个条件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条件好的人家根本就不找你
现在啊，这个社交市场上啊，大家看到了，女生真的要比男生多很多很多。教女生如何择偶的直播间真的是啊，成千上万的人，教男生的呢，却只有几十几百人。其实女生真的要比男生更急迫的需要婚姻的。但是当男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获取爱情，只能遇到那些捞女、渣女、物质女的时候啊，他们是更不愿意将就的。所以说现在你不将就，可能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你们说这些女生啊，她们单到最后到底是会幸福快乐的过一生呢，还是会到最后追悔莫及呢？来，我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事儿，好吧？为什么说有逆向思维的人做事情啊，他就容易成呢？我今天来讲一个最近刚刚发生的真实案例。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城市的生女啊特别的多嘛，那一个个呢都挺难嫁出去的，对吧？那这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大城市里边啊女多男少的局面造成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女生她们都不会愿意找条件差的男生，所以呢那一小部分优质男生啊，基本上是 80% 的女生想要找的对象。如果就优质男生和这 80% 的女生形成比例的话，恐怕比例就是1比20了。所以呢这个背后的竞争是非常的可想而知的。那今天啊要讲的这位女生呢，就是利用了逆向思维来成功逆袭了她的所有竞争者们。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的女生出来相亲啊，都希望男生追求自己，主动聊天，主动约会，主动买礼物讨好她。有的女生甚至啊把自己弄得很慢热很高冷，一副很难搞的样子，似乎这样就很值钱，直到自己觉得男生付出的让自己满意了为止。如果说到了结婚，也是得提各种的条件，否则就对不起这一次的家人，怎么着都得捞点啊，美其名曰这是看男生的态度，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提嫁妆的。这就导致很多的男人啊不想追求这一类的女人啊，更不想娶这一类的女人，都是这么现实和物质的。那这个女孩呢，今年26岁，她来的时候就跟我明确的说自己绝对不会成为大龄剩女，所以她很巧妙的让自己顺利的嫁人了。她刚相亲认识男生的时候啊，就给男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因为这个男生说从来没有一个女生在相亲见面的时候主动给他的水杯里续水。第一次出去吃饭，女孩就抢着跟他买单，虽然最后还是男生付的钱，但是男生对她印象非常好。后来的交往中，这个女孩完全没有前边说到的那些大部分女孩的那些毛病，她从不玩高冷装矜持冷慢热，有的时候还主动的找男生聊聊天啊。男生拉她去个商场呢，问她需要点什么，女孩居然说不用买什么，我都有我们特别需要的东西，你就不要破费了。不管这样，男生还是硬给她买了礼物啊。这些举动在女生群体里看来啊，那真的是傻豆家了。但是在男生群体来讲啊，这真的是个好女孩，是真心想跟自己过日子的人。后来在今年啊，他们打算要结婚了，男生一直在担心的事情居然一件都没有发生。他认为女孩一直都表现得非常不物质啊，很单纯，会不会结婚的时候提出一堆达不到的要求啊？那天他们呢就谈房子的事情的时候，男生就说啊，咱俩结婚啊，房子啊，我家里可能付不了全款，但是只能凑出个首付来。你介不介意咱们以后一起还房贷呢？女孩说，这样已经很好了呀，你想啊，首付我们都不用攒了，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很满足了，大不了装修的钱呀，我问我爸妈要呗，房本上写咱俩的名字不就行了？男生说，那肯定的呀，你跟我一起还房贷，感觉挺对不起你的，所以彩礼啊，我一定是要给的，我大学到现在也攒了不少钱了，我都给你吧。女孩说，哎呀，2、3万的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咱俩过日子啊，这钱不都是咱自己花吗？男生说，那婚礼我就得办大一点了，你爸妈把你养大不容易啊，我不能随随便便把你打发了，那我还是你的男人。女孩说啊，嗨，也不用太铺张浪费了，我呢还想攒点钱出去玩呢。男生对她说，其实啊，我之前以为你也会是一个很物质的女生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好。女孩说，我当然也喜欢钱呀，我也喜欢物质享受啊，不过呢，索取不是对内的，更不是对你的，也不是我的价值观，咱俩是一家人嘛，我们啊就应该一致对外，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为这个小家增加更多的筹码。那种互相内耗彼此算计的关系啊，怎么能算一家人呢？那不属于我的范畴啊。说到这儿，大家觉得这个女孩到底是傻呢还是聪明呢？现在有很多女生都在抱怨男生不追她们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天我这来了一个90年的男生啊，是被他妈妈死拉硬拽带过来的。可是这个男生呢，死活就说相亲可以但是让我追女生这个事儿我不干。
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的呢就别开始啊，让我去当舔狗啊，门都不会有啊。他说现在的这些女生啊，大部分是不值得男人去追求的。再说了啊，追来的那算是爱情吗？不过是一场交易，一场博弈罢了。女生就是要考验男生啊，用花钱的态度来衡量男生的诚意度啊，感情都被物质化了啊。他后边说的这些话啊，是我听到的关于现在的男生不追女生的最精彩的版本。他说我每个月辛苦挣的钱呀，追一个女生吃顿饭好几百，看场电影小100，就连喝杯奶茶也要几十块。那我工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关键是我也看不到前景如何呀，对不对？你看，就算我玩游戏啊，打个 boss， 我还有血量显示，对不对？但是我追一个女生呢，我就算拿出各种的技能啊、装备啊、突击啊，到最后一看呀，你怎么连一个血点都没剩下？这有啥好玩的？你说啊，就像一个刮刮乐，我刮的都是谢谢你，那我还想往下刮吗？我都不会有什么兴趣玩了，对吧？其实我向自己喜欢的姑娘表达心意，送礼物、吃饭啊、看电影啥的，我觉得都是挺正常的。但是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那种明明自己不怎么喜欢这个男生，还享受着别人对她好的女孩，接受人家的约会，接受人家送她的礼物，最后花了人家一大堆钱，然后说咱们不合适，走人了。可是我说你要是对人家男生根本就没有意思的话，或者说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要往恋爱方向发展的话，你干脆直接就拒绝他就完了，干嘛扯那些说什么这是我对你的考验？那他从小到大有没有大人教过呀？拿别人的手短，吃别人的口软吗？很多女生连最基本的互动都不懂啊，只接受不付出，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有些女生心态真的有问题，一见面就要包包要口红请吃饭，难道她这么大人了还不懂吗？这些都是明确关系之后才能做的事情好吗？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凭什么我要给你买礼物？我的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不相干的人花钱？你不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还要享受着女朋友的待遇呢？还有一些男的我也不理解，他们就喜欢做舔狗，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人家又不是你的女朋友，你舔她干嘛呢？你舔自己的老婆不好吗？那还说明你是一个不错的人，懂得疼老婆。你跑去舔别人的未来老婆，就好比游戏账号都不是你的，然后呢你还花大把的钱去买皮肤买装备，结果人家还不让你玩你做这种的大冤种你何必呢是不是太丧了？反正我一直觉得呀，追求一个女孩确实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绝对不是过度的。在经营感情和婚姻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精力和金钱，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很愿意给自己的女人花钱的，但是给不相干的人花钱那就免了吧，我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凭什么？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到底对不对呢？往往就是那些追求完美的人更容易孤独终老。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例了，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对于自己的认知未必有那么准确，可是呢对别人的要求却高到了极致，几乎没有他们认为可以交付终身的人。即便是他们遇到了感觉完美的人，最后在接触中也能挑出对方很多的问题来。往往这样的人呢，他们还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一味的要求别人做到他满意。我认识一个大姐今年都50多岁了，离婚20多年了，近些年呢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有个儿子已经结婚了，在国外工作，每年最多回来一趟。虽说那些年带着儿子比较辛苦，但是呢生活还算充实。可是最近这几年他退休了，特别是儿子在国外结婚之后，刚开始呢退休生活的那2年过得还算是很惬意的，也不打算再找什么老伴儿了。他想着自己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老了还找个男的去伺候犯不着。但是前不久他在家里摔了一跤撞到了头部，他忍着痛自己打电话给医院求助。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晕在床上了，儿子到第3天才赶到。他躺在医院的那几天，脑海里一直在重复那天自己一个人无助的情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突然呢，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想找个老伴儿的想法了。他今年才55岁大姐呢保持的还很好，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没啥皱纹还挺有弹性的，身体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他说未来30-40年一个人过确实不太现实，于是呢就开始张罗着呢给自己找个老伴儿这样的事情了。那我就问他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大哥呢？
可是呢，听她下面的描述啊，我就明白这位大姐为什么她会离婚，又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再婚了。她说是没有合适的啊，所以呢一直拖到了现在，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呀，她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她的要求太高了。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你们觉得她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伴侣？她要求男的在58岁以内，48岁以上。她呢是1.66米，要求男的呢是1.78米或者到1.80米，矮一点都绝对不可以，太高了也不好。而且呢，要求男的不能有啤酒肚啊，身材要修长，不能掉牙，不能秃顶，也不能有白头发。没有体臭，最好呢是单身。如果是离婚的有孩子的话，必须是判给女方的，最好男方呢是一个人过，而且呢是现在已经没有父母的那种。房产方面的话，要求比女方的多，面积呢也得比女方的大。工作要稳定，收入要比他的高，他自己大概退休金是6000左右。他要求男士呢必须呢是3万以上的收入，而且必须没有不良嗜好，比如打麻将啊、跳舞啊、喝酒啊，最好呢一样都不沾。不能接受吸烟的，如果一定要吸烟，那你抽雪茄可以。生活上啊要一起分担家务，不能把自己当保姆使，要给自己零花钱，会照顾人，细心体贴，性格温和的。学历要跟自己相当，怕以后聊不到一起。听了他的这些条件啊，我有些迷惑了。也就是说呢，他要求一个男的没有短板，十全十美，或者呢说每一个条件都得高于他。可是人家每一个条件如果都高于你了的话，还找你干什么呀？结婚就是长短相互互补的，大家都不是完美的人，哪怕你是20几岁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他说不行啊，我二婚一定要找个比头婚更好的，否则我离婚干什么呢？我说人家这个条件可以找45岁以下的啦，不会找你的。他说不行啊，我各方面都很优秀啊，男的岁数比我大的，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还嫌他们老呢。说真的啊，我听过年轻姑娘来许愿，也听过中年小姐姐们来许愿，这还头一回啊，听到一个55岁大姐一辈子都过了一大半了还来许愿的。我真的不知道她咋想的，我劝不动她啊，大家觉得她能找得到吗？